对韩国男女在芬兰偶遇，开启了一场禁忌之恋。尚敏的儿子患有自闭症，慕名到赫尔辛基一家学校治疗。学校组织孩子们露营，尚敏对儿子很不放心，想要一同前往，被老师拒绝了。他掏出香烟想以此消愁，却发现没有带火。刚好看到来送女儿的姬红，跟他借了火，还认了老乡，顺便打听了露营地的位置。在异国他乡看到跟自己一样为了孩子奔波的尚敏，姬红不禁有种同命相连的感觉，于是决定开车带他一同前往。一路上，姬红沉默寡言，出于感激，在返回的路上，尚敏提出要请他吃饭。他问姬红在芬兰2年来的生活感受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芬兰很好，干净且宁静，还总是下着雪，我已经习惯了孤独和寒冷。”他的表情很木讷，尚敏看见却莫名的一阵心疼。他们吃完饭出来，积雪已经封住了回去的路。姬红让尚敏坐附近的火车先回家，却被尚敏拒绝了。他执意要和姬红一起留下来。餐厅响起钟声时，尚敏就会拿出手机看时间，因为时差的原因，他到这里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陌生的时空会影响人的感知，忽视了时间的流逝，容易迷失自己。姬红安慰他说：“我懂，我也是过来人。刚来到芬兰的时候，也如此焦躁不安，心神不宁。”这让尚敏紧绷的心放松了下来。深夜房门合上的一刻，他们的心事也犹如门廊间的白雪纷纷而至。第二天，雪依旧在下，他们到缀满白雪的松林中散步，看到一间桑拿房，两人进来休息。也许是走累了，尚敏坐着就睡着了。姬红帮他盖上毯子，顺手理一下他凌乱的头发。尚敏忽然醒了，主动吻了姬红。也许是时空的转换，让尚敏的理智走失，在茫茫白雪中，这个僻静的小木屋里，两人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。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转眼8个月后，回到首尔的尚敏一如既往地忙碌着。他是一家时尚服装店的社长，儿子又在学校犯错了。尚敏和老公商量，先给儿子转学。做心理咨询的丈夫却说：“我们要多为孩子着想，孩子刚刚适应环境，不能因为孩子犯错就让他转学，这是虚荣，是自私。”而此刻，尚敏独自叹息，她知道丈夫不曾看过她在芬兰经历的狼狈与落寞，又何谈理解呢？姬红在一家学姐开的建筑公司做设计，老婆文珠想让她自己开工作室，姬红却想等把学姐的工程做完再考虑。文珠一听不愿意了，随手便打破了一只酒杯。姬红静静地收拾着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。被惊醒的女儿只是在门口偷偷地看着她。姬红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，文珠看到她与学姐聊天，便醋意大发，回到餐桌直接开闹，搞得对方很难堪，气氛很尴尬。画面一转，姬红站在服装店街道对面，远远地凝视着店中人。尚敏一时愣住了，不知如何反应是好。姬红看他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样子，低下头就想要离开。忽然尚敏喊住了他。姬红转过身，表情里带着一种失而复得的受宠若惊。尚敏问他是偶然来这里的吗？姬红回答是的。其实他是找遍整个南山才找到的，因为当初在芬兰，尚敏只告诉他自己在南山工作。这天中午，姬红特意等尚敏下班，把他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。他亲手做了姜汤，只是因为尚敏说过这是他最爱吃的。最好的午餐不是吃什么，而是和谁在一起吃。饭后，尚敏优雅地抽着香烟，姬红兴奋地讲着自己的设计。他拂去尚敏肩膀上的绒毛，故意帮他系着扣子，还伸手握了握空空的袖管。他明白了，于是在护栏边握起姬红空荡荡垂下的手，像是在为他们彼此确定那份悬在半空的心意。也许是彼此太懂得对方的孤独，所以才知道应该如何去填补。时隔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文珠吃了大量的安眠药，被送去了医院。原来文珠是姬红的小迷妹，毕业以后就嫁给了他，并生了一个女儿。年轻的文珠心智不太成熟，还有被害妄想症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自杀了。岳母把文珠和她女儿接到自己家中照顾。早晨，尚敏要赶往釜山开会，却发现姬红的车停在对面。原来他在车里待了整晚。尚敏敲开窗户，他立马像一只期盼收留的流浪狗般探出了头。的确，姬红的女儿从来不愿靠近他，妻子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，那个他可以落脚的地方已经不能被冠于家庭的字眼。他宁可窝在车里，只为靠近那个曾给他带来温暖的尚敏。他满身的疲惫，蓬乱着头发，但在看见尚敏的那个瞬间，他的心安静了。姬红送尚敏去火车站，上车后，尚敏给他打电话，他却偷偷跟了上来，高兴的好像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。尚敏给他剥鸡蛋，姬红像个调皮的孩子，一口吞了下去，还蜻蜓点水般的吻了尚敏。刚才还是一个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男子，转眼就变成了眼神清澈的雀跃少年。
到了釜山，尚敏让他回去，虽不情愿，但他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晚上正在商务晚宴的尚敏接到姬红的电话，说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。尚敏放下电话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车站。来到酒店，姬红俯身半跪在他的面前，为他脱下疲惫的高跟鞋，吻向他娇嫩的肌肤。眼前的这个男人是那么挺拔和健硕，却愿意仰头注视他。姬红静静地欣赏着他，他细腻成熟体贴，具备了他对一个妻子的所有幻想。姬红再次约见尚敏时，正赶上他儿子走失了。姬红帮他一起寻找，还把他们带到海边。他试探性地对尚敏说：“我们在一起吧，不要回去了。”两人就这样达成了默契。姬红回到家中，从不下厨的文珠却给他煮了意大利面，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，还开始深刻的自我剖析。他承认自己以前给姬红的爱太过沉重，还希望姬红把他当做一个女人看待，而不是像监护人一样。姬红站在露台上若有所思，她纠结着。女儿在下面揪着她的裤管慢慢走过来，伏在她的肩膀。女儿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靠近她了。姬红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家庭的巨大缺口终于有了一丝缝合。姬红约尚敏见面，想和她好好谈谈。尚敏满心欢喜地走向她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老公和儿子来接她了。”姬红心有不舍，怅然若失。尚敏把儿子哄睡着后，纠结着要不要去，最终她选择了赴约。老公见她这么晚还要出去，问她是不是外面有男人了。尚敏坦然承认了，并告诉她，她已经不能没有那个人了。这次尚敏抛下了一切，奔向了她想要的幸福。她在酒店静静等着幸福的来临。姬红来了，她的手在将要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停住了。她久久徘徊，任泪水打湿了地毯。姬红知道尚敏离开丈夫，能够独立生活，甚至有勇气独自照顾儿子。她的爱柔和而有力量，但自己无法抛弃妻女，他们脆弱不堪，无所依靠。女儿小小的拥抱抱住了她那颗已经决定要远走的心。而此刻的房间里，尚敏的心是悬着的。她静静地等着，最终那扇门没有被打开。不久以后，尚敏搬到小公寓独自生活，姬红一家人也在芬兰定居。尚敏再次远赴芬兰，跟着接女儿的文珠来到餐厅。她看到了久违的姬红，看到他一家三口谈笑风生，其乐融融。尚敏瞬间感觉被抽空了所有的力量。姬红透过玻璃发现了他，不顾一切地冲出餐厅，看着出租车渐行渐远。正要开车去追，一抬眼看到女儿在餐厅里看着自己，他握紧了手中的钥匙。尚敏蜷缩在出租车的后座，前夫和儿子打来电话，她再也无法控制，忍不住哭出声来。姬红心有神伤，却千般踌躇。尚敏走下车，点燃一支香烟，面对林海松涛，苍茫天地，心若尘埃。男与女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却无处不在诉说孤独。姬红对尚敏的依赖，托付了孩子般的天真浪漫。尚敏对他的爱恋，撑起了母亲般的温柔慰藉。爱把他们从孤独中解救，又被责任羁绊分离。正所谓痴情女子不稀罕，就是这样的吧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